有没有人好奇冷湖镇为什么叫冷湖？那就是因为这个湖就叫冷湖。湖周边是没有正常的路的，要走非常远的沙漠，而且今天在刮超大风，所以我们就远眺一下得了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鸟。今天是青冈环线的第12天。今天我去的点会非常的多，希望能按照计划完成。一早就离开冷湖，首先就前往冷湖这边的石油小镇，然后是黑毒山，然后去看到冷湖本湖，接着就要路过苏干湖，然后就到了甘肃境内，翻越当金山，然后去阿克塞的博罗转景，最后看看有时间就可以去一下多坝沟胡杨峡，晚上入住阿克塞。这一路行程超级多，但是其实距离没有特别远，希望今天能按计划完成。这里还有人供奉了一个神龛，就是当时的百货公司了，肯定就是那个年代应该还是计划经济时期哈。上个世纪50年代，由于国家资源短缺，将大量的工程人员和勘探人员派往了这片不毛之地。与之兴起的就是大大小小的石油小镇，而当时的冷湖镇算是规模最大的了。在60年代的顶峰时期，有大概10多万人。要知道，现在新的冷湖镇常住人口也就仅有2万多，而且在逐年下降。而整个芒崖市的常住人口都没有超过10万。但是随着石油产量的下降，上个世纪80、90年代的时候，这里就日渐萧条了。直到2000年之后，这里彻底变成了无人居住的空城。在冷湖石油小镇不远处的地方，有一片连绵的山峰，叫黑毒山。黑石白沙的配色，孤独地伫立在荒原中，更显得格外的苍凉。
碰到这个咖啡厅，还以为是正常营业的，不是，是招待朋友免费的，太开心了。好久没喝咖啡了，一口活过来了，太开心了。从黑毒山沿着国道215继续北上，当你看到苏干湖的时候，那就证明你马上就要进入甘肃省的范围内了。这里是苏干湖，风太大了，很靠近，里面是自然保护区。然而风也超级大，大到飞机没有办法飞，只能这么看看啦。这里隶属于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。我将前往另外一个首小镇博罗转锦，以及多坝沟胡杨峡，去看沙漠里的胡杨林。尽管这个季节胡杨林10有8九还没有变黄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